道这朱延陀不是更赚吗？为什么要让季家还钱呢？蠢材！我要的是季家不能翻身，要的是季英英乖乖为我为奴，要的是他给我染出蜀红丝。我要朱延陀那些订单有什么用？可现在季家都把钱还清了，我们拿什么对付他们呢？要卖丝，必须先登记造册。警官府会先去核验新丝，然后再派人把登记文书送到长安核准。这一来一往，至少半个月。若中间出了任何纰漏，他又签了那么多订单，我看他怎么向那些掌柜交代。可警官府现在滴水不进，那杨静兰明显偏向季家，咱们能行吗？要不咱们求求主人？什么都让主人做，他还要我们做什么？你从主人给的那批人里选一个最贪财的，替我盯紧警官府负责核验的那些人。哎，娘子高明。嘿嘿。多谢夫人，辛苦赵夫人。季夫人、季娘子，前些日子我这儿媳自作主张，前去季家拜访，未尽其礼数，还望见谅。这不，小女刚染了新丝，就先送到赵府，供老太爷赏看。确是好颜色，什么时候登记造册呀？不出意外的话，20日。我赵家愿出双倍的价钱，请季家先为我赵家公司。实不相瞒，赵老太爷不是第一个与我说这番话的人。做生意讲究公平，公司的顺序自是先到先得。浣花染坊若想长久，英英不能破了这规矩。是。但我季家与赵家的交情，英英亦不能不顾。这半筐丝便是英英的诚意，想来也足够您视之景仰。季娘子有心了。听说杨家先与了季娘子定金。是啊，当时无人援手，是杨夫人慧眼雪中送炭，英英应了这个情，也算合理。当然，杨家在锦业向来是仗义之人，各大锦户都求贤若渴。若那时我赵家人在，也定不会袖手旁观。自是如此。时候也不早了，英英还要回去染丝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去唤二郎来，送二人回家。是。咱们家的这口气，总算是出了。英英，阿娘还是那句话，赵二郎他是个好孩子，对咱们家的帮衬也颇多。娘之前一直希望你能嫁给他，但是这些时日发生的事，也让娘想明白了，退婚未必是件坏事。如果有一日你真的嫁进赵家，还不知要受多少难堪。阿娘，英英也还是那句话，赵家是赵家，赵二郎君是赵二郎君。傻孩子，嫁娶从来就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，是两个家族。赵家如此，娘是担心你日后受更多的委屈。伯母，洋洋，阿娘，我去街上走走。
你老瞧着我做什么？你要再不说话，我可就回家了。按照你的绣帕，我把花本挑出来了。真的？嗯。我就知道你定能做出来。你有了花本，便是没有我的朱颜驼，你阿翁也会放你自由的。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专为我而来，就是不一样。只是我还是慢了些，如果再快点，没准儿能看到你的飞花。你想看？好。那你把眼闭上，不许睁眼啊！嗯。专为赵二郎君一人奉上这飞花，可还满意？有生乃旺。朱颜驼只是开始，待我与陈三郎他们和好以后，我便努力发展壮大染丝会。等1、2年过后，你们赵家一半的丝都得从我们染丝会进，你们赵家的人都得上赶着来巴结我。哦，那这么说，这几年我要不当个锦王什么的，还配不上我们一英了呢。那你可得努力了。好。哎呀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与陈三郎他们和好。我接了好些朱颜驼订单，我都忙不过来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哎呀，快点走，快走，怎么那么慢？要我说，人家晋江司诚意十足，咱一天来3趟，你就坡下驴就得了，搁这犟什么犟？爱救你救，老子伺候不了。可能锁我不在。你在家吗？六郎说他不在，请回吧啊。只是我阿娘说，这事儿不管怪谁，大家既然已经选择了同舟共济，他都不应该瞒着我们。我阿兄跑了1天，没一个理我们的。也不是全然无收获，至少如今咱们的阿姨阿娘是信服你的，便是我阿爷也不管我。生意谈成了，朋友没了，得不偿失啊！阿玉，你这酒馆就非得什么人都招待你？那些无所事事、多管闲事的家伙，以后能不能不要让他进了？付我双倍酒钱，我保证你以后再也看不见他。不值。哎，诸葛，我听说登记造册这事必须由本官亲自干也，那我若是不想呢？啊，那就没办法。杨警官公正廉明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我不是无所事事，多管闲事吗？茵茵失言了，自罚3杯。够了。不过是句玩笑，何必如此当真？做生意，能屈能伸便算了，做人也要如此吗？于杨警官而言是玩笑，于民女而言，却是生计。是本官失言，抱歉。姑娘不高兴，谁也别想怪我。半夜醒来，都会觉得自己无理。
你们看一下六郎家的丝像不像头发？哎，以后你们谁脱发了就找我。哎，我觉得大都用得上啊。哎呀，你们快点吧！你吵什么吵？嘿，好巧啊，我们又碰面了。来看看我新染的朱颜驼丝。哎呀，这天儿太热了，也要到林子里边待会儿，你们去不去啊？听到没？国舅爷热了，吴国舅爷回林了。哦。小气鬼！朱茵啊，你等我，我去跟他们好好说说。你们也太过分了！我们哪过分了？我们有他季莺莺在李祖记过分。茵茵是真心诚意想跟你们和好的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还一起洗丝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们就一直不理他？他一口一个要嫁入赵家的时候，把我们当朋友了吗？季阿兄不是说了吗？那都是误会，是被花掌柜算计了。我阿娘说了，人无信不立，就算是被算计了，那他为了他阿兄就可以抛弃我们吗？生意没了可以再做，那人要是入狱了可就清白不了了。孰轻孰重你们都分不清啊？要我跟他和好的话，没门儿。你们呢？你们怎么说？三哥，你说的就是我们说的，咱们兄弟齐心，绝不心软，绝不心软。谁今天要是理他，谁就是这个。簪子还我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哟，不客气了还不客气呢，好厉害！今天没那些个儿郎们护着你，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样的不客气。我答应了我阿娘不打架的，你们不要逼我动手。那我们今天还真想逼一下你看看了，就逼你怎么了？就动你再动我一下试试，就动你就动你。连个簪子都抢不回来，笨死你得了！给。雷祖记的是。之前的事情是我没得选，但无论如何，你们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，你们没有任何错，是我季莺莺对不起大家。你们还愿意跟我一起做生意吗？六郎，张六，这个你是这个，你们都是这个。我能理解是你们同意了吗？笨死你得了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给我们的染丝会都起了一个新的名字。啥名字？飞花会。飞花会。只要我们想飞，世俗桎梏，高山湖海都挡不住我们。那些大染户，要么背有靠山，要么沆瀣一气，才会垄断丝业，欺行霸市。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守望相助，只要我们的丝足够好，我们总能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再也不让别人欺负我们了。我们绝不以出身论英雄，绝不固步自封，绝不攘内排外，携手并进，扬名一州。
你们愿意加入这样的非花会吗？不是，你能不能别说那么多？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非花会的话，爷还是不是名誉会长啊？当然。那就行，非花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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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看吗？娘子看上的不是荣花，是做荣花的人吧？女子今生本就不易，我是女子，所以乐得帮助女子。如果她识相的话，花荣在做些什么？逼着季家接了好些朱颜驼的订单，又派人去盯着登记造册的警官府。你觉得他如何？聪明，狠辣，但都还不够。若是登记造册在1州城内出了岔子，总归是近在咫尺。那季娘子如此聪慧，应有应对之策。娘子放心，此事我已经安排了后手，要不要动，全看娘子抉择。要看他怎么抉择。蜀地芳菲，众家共享。今日芳菲宴，共贺魁首，百业同欢。开始。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再给省点儿。今天你说能帮我卖10坛酒，那日你在我酒馆砸的那些，我便不计较了。那日实在是有辱斯文，还请女掌柜不要再提了。那有什么的？兄长替妹妹出头，那是我羡慕不来的。当真？当真。这比只卖丝的时候热闹多了。哼，这回没人敢拦着爷卖东西了吧？你要卖什么？卖弄姿色。没。怎么不见赵二郎去呢？今日不来吗？他需要抓紧之紧，还晚点来。现在赵老太爷也不约束你和他见面，是不是坏事情了？如今他展露才华，老太爷怕又觉得奇才可居了。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啊？你觉得我配不上他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与你玩笑呢。只要我们两心相印，山海无阻。哎，这位娘子，你的帕子。多谢季娘子。怎么是这杀星？你认识他？牛武娘子，牛副都督最小的女儿，命中带煞，连克死了2任丈夫。整天不是戴个面纱就是戴个面具，人还特别傲。比你还傲？上次爷跟他说话都不搭理。他连你都看不起，那我们这些小民小户在他眼里岂不是跟微尘一样？哎，他刚刚叫我季娘子，他认识我。被他认识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！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文君酒，我阿兄什么时候改行卖酒？15文钱2坛。我要10坛酒，送人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做，
是想补偿我，还是想让你自己的心里好受点？是我打扰了，告辞。这钱，有钱自然要走。那这荷包是？这是我以前买来送给你的。这不要了？不要了。以前的人也好，物也罢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文君酒，8文钱一坛，15文钱2坛。哎，你们说我阿兄和杨大郎比怎么样？比什么？比身高吗？那杨敬山赢了。比才华。杨敬山可是一州景王。那比人品和风度，我阿兄总赢了吧？比人品，你阿兄赢了。杨警官，请坐。哼，你来干什么？上次的事也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昨日闲来无聊，在山中抓了这个，本想送给我的好兄弟嘛，但是吧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你最好。哎，这是你们今日要卖的。杨警官想知道？说说吧，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今日芳菲宴，蜀锦人家共襄盛举，自然少不了这争魁首的。让一台，让一台，让一台，让一台。切，这窦芳菲的花魁，选的是正经的有文书入场售卖的染户，那些靠歪门邪道的不管用，没份得，还有脸到这儿来凑热闹。本次窦芳菲盛会第3名，共售卖170贯。王氏染坊王掌柜。王掌柜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孙掌柜，你这彩头是他给填的。多谢杨警官，多谢孙掌柜。窦芳菲盛会第2名190贯，孙氏染坊。这不巧了吗？孙掌柜，你这彩头啊是王掌柜给填的，你若是不喜欢，大可把你的玉麒麟给换回来。喜欢，喜欢。谢谢杨警官。谢谢王掌柜。诸位，本次窦芳菲盛会的魁首共售卖230贯。花式染坊。黄掌柜，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谢谢杨警官。这牡丹太小，再说了，本官也不喜花草，花掌柜下次送礼可要多花些心思了。还有啊，其他的掌柜们也请放心，你们所添的彩头，稍后会逐一还给各位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啊，飞花会的季娘子，她们没有入场文书，不能算作在内。不过，他们的朱颜驼总共售卖了多少来着250贯！250贯！这250贯，这比魁首娘子我知道。这飞花会是什么呀？哎，诸位，诸位，来呀来呀！我们飞花会是由浣花染坊、落霞染坊、映溪染坊、流月染坊等联合成立的新行会。虽成立不久，但亦有壮志。我们立志做这益州城最好的染户，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绒花，绒花，
这是我们飞花会用各家特色丝线染制而成，寓意荣华富贵、平安顺遂。今日送与诸位，以表我们飞花会一点小小的诚意，祝我们一周丝叶百花齐放，各尽芳菲。这是我家年叶子做的，愿大家万事顺遂。这是我家的红蜘蛛，愿您平安如意。这是我家的剑士兰，祝大家福寿康宁。我家的松花与沧浪，穿上端庄典雅，不显胖。我家虽然没有花，但爷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多多支持，以后都是朋友。若是大家喜欢，欢迎来飞花会第6次。来，都朋友。多谢杨警官锦上添花。来，祝大家富贵荣华，平安顺遂。你们分一下。来，记住啊，我们是飞花会，需要订丝就找我们飞花会。你怎么了？来，平安顺遂，富贵荣华。哎，你们还要吗？是主人来看咱们的吗？蠢货！主人不是来看咱们的，他是来看金英英的。季英留着就是个祸害。莹莹，对不起啊，我来迟了。分明是我来迟了。是我来迟了，都没能赶上看你采花。那既然迟了，可愿受罚？愿。抬我。以此为契，那日后的几十年，你就慢慢赔给我呗。赔。原来你看中的是锦王啊！因为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王，就允我向这家提亲。怎么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？莹莹，能放起来？啊，放。快进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擦伤而已，扶正便好。多谢杨警官出手相助。多谢杨警官。不必客气，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日后有个丝儿线儿的找人帮我看一看，便好意思开口了。杨警官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觉得谁会害你啊？花掌柜，今日在芳菲宴上，我狠狠地削了他面子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明明是我在问你，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害我？我在那会场上看他神色不对，也留了心。此地偏僻，找到这里颇费我一番功夫。早闻赵二郎君以季娘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杨警官，好眼光啊！待我跟英英成亲之时，你我兄弟二人定要多喝几杯。好。今日我飞来横祸，可全靠了杨警官在芳菲宴上的顺嘴一提。杨警官不会不管了吧？季娘子此夜诧异啊，
别忘了是谁让我锦上添花的。可是那花掌柜都要杀人了，这明明就是对您不服啊，对您威严的挑衅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归县令管。杨警官若是不想插手，又何必出手相救？你笃定了我会帮你？请您为民做主啊，杨警官。若是你能帮助民女，那民女日后定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只怕这日后啊，季娘子又有许多的推诿之词啊。天色已晚，赵二郎君不如带着季娘子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啊，季娘子是不想让赵二郎君送，让本官亲自送你也可以。不必，我们走。英英，你与这杨警官很熟悉吗？我与他相熟是因为有事相求，我与你相熟是因为我想与你相熟。杨警官，杨警官，跟上那刺客了吗？咱们的人暗中盯着。你看这支箭，这是军中之箭。华家背后之人来头这么大吗？华家是个突破口，一定要往下查。本事没长，胆子却越来越大了。娘子息怒，我只是想替娘子收拾季英英那个祸害。贿赂我的人，做我不知道的事，你是为谁？用得着我说吗？娘子，可有留下什么把柄？娘子请放心，事前都与他们说好了，无论刺杀成败，都让他们躲到别院去，今日莫再露面了。哼，一个根本分不清谁才是他真正主人的人，我留之何用啊？娘子慈悲，留了他个全尸。我愿为娘子做牛做马，绝无二心，还请娘子明察。咱们的人来报，那刺客死了，是突然飞来的一支暗箭所杀。死哪儿了？在华家的一座别院。夫人，夫人，你回来了，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主人说什么了吗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夫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说句话，要不然我害怕。是不是主人要责罚我们呀？他让我上缴所有的私账，命令我以后再也别插手季英英和山上的事。那你就说这些事都是我干的，要罚罚我。霍相荣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不要我们了。我知道的那么多秘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那么现在就走，马上就逃。逃不掉的，他是会杀人的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
说试探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，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。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不送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走，差他个底儿朝天。哎，往哪儿去啊？哎，走。杨金兰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这账抹不平。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岔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脚。账有问题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少不了纠正、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
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费丝账上亏空。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既无索赔，又无折价售卖，那这批丝去哪儿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没错。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